国产新势力主动刹车 AEB 成摆设，可能是睡着了。车机摄像头正常工作，完美多角度记录了整个过程。蔚来汽车这次真的被狠狠打脸了，而且车身像纸壳一样，追尾前车之后，车头直接报废了。从视频可以看出，应该当时高速稍微有点堵车，处于正常的跟车状态，视野非常好。当时车速68千米，速度并不快，可还是没刹住，撞了上去。这明显和宣传的不一样，看来又一位车主被蔚来忽悠了。车撞成这样，蔚来的 AEB 是干什么吃的？不是前段时间做下测说蔚来的 AEB 是表现最好的吗？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？新能源的摄像头可是真多呀！在撞车之后呢，我在车里看到了各个角度撞车的视频。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不能过度的依赖智能化和智驾，还有 AEB， 我们还是要依赖自己。关键是什么？让我比较受打击的是，在我的车已经撞成这个样的情况下，你们知道前车是什么状态吗？前车还是那种号称我以后都不会买的车，结果一看前车跟我差距甚大。警察处理完事故之后，前车开着就走了，而我呢，我是坐拖车走的，我是拖车拖走的。实打实感受了一把，伤害性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当然不得不说，因为前车的高度跟我本身也是有差距的，跟这也有关系。你们猜猜前面的理想 ONE 车主内心是怎么想的？我反正是很尴尬。等这2天保险公司做完定损，我们来看一眼单子，蔚来的售后维修到底贵不贵？被撞成这样了，估计维修费用不会低。但是好的一点是，没有被厂家第一时间盖上车一拉走。有位网友在路边闲逛，就遇到一辆被撞得稀烂的小米 SU7，虽然被盖了车衣，但是还是被他看了出来。刚想坐这儿稍微缓一下，一抬头，我操，这不是小米SU7吗？是小米SU7吧？哪个版本？标准版。哦，这车头也掉了。车头保险杠没了，后轮没了，为啥盖着呀？怕淋雨？他这个不知道是怎么撞的呀？车头跟车屁股全撞坏了，同时撞坏了。它这个前边的防撞梁在哪儿？好像没有防撞梁，拆掉了吧？这个是标准版吗？没有那个激光雷达。它这个不是创始版的。没有那个碳纤维，我趴着看了一下，好像气囊没有爆，太黑了嘛。看它后边这个，后边防撞梁在，还挺厚的啊。这应该是没有在网上曝光的一起事故，从损坏程度看，过程应该非常的惨烈。这位网友的眼神也是很好，车主或者厂家为了防止被发现，特意盖好车衣停的那么好，被你一下子全部曝光了。又是气囊没爆，又是轮子掉了，又是车头掉了，又是保险杠没了。这一爆料出来，估计远在巴黎的雷军眼皮一直在跳吧。造车新势力就这样的质量，还怎么吊打特斯拉呢？有位维修人员发视频表示，
造车新势力吊打特斯拉，你吊打个毛线？这是小鹏 P7 的前备箱，体积这么大；这是特斯拉的前备箱，体积这么大，可以把小鹏的前备箱装下。小鹏的前舱里面管路有点多，拆掉特斯拉前备箱，前期舱里管路确实少。特斯拉的高压电控是在后排座椅下方，小鹏的电控是在车里，这个位置容易被磕坏。也容易进水。打开特斯拉的电控充电机，里边的做工很精美。打开小鹏的电控上盖，这个工艺一看就是来自上个世纪80年代。造车新势力配置越高，故障越多。质量小鹏 P7 倒车雷达坏了，倒车都滴滴报警。小鹏的智能驾驶做的不咋地，雷达可不少，换一个得好几百，这个钱保险杠有6个。小鹏的低压线束做的也垃圾，插头容易进水，插针容易生锈，断关空调关不死。关掉之后还有出风，买造车新势力修车花的钱能让你多买一个比亚迪。比亚迪的售后也是非常厉害的，简直可以说是离谱。之前我们频道曾经说过关于比亚迪方程豹失速的问题，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。车主更是上高速去复线失速，来让比亚迪售后信服。可是比亚迪的售后直接让他无语了，车主表示要拍摄售后处理数据的视频，可能在以后数据有修改的情况作为证据，但是被比亚迪售后直接拒绝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承认这个车有问题？我没有这样说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开来检测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录？我这里面不允许录像的，那何必为难我呢？我们不允许搞这个嘛，我们不允许录的，我怎么办呢？你要。那我要收集我的车有问题，我要有一个，你们随便改动我的数据，能行吗？我只是录你这个操作过程。你有没有改我的数据？我输入到你有没有问题？不好意思了，这个您要我们没办法，工作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跟您说按照你的那个来呀。公司有公司的要求规定，不好意思。那就是我现在已经过来了，检测是你们不给我处理啊，这是你们的问题。处理你按照。我现在失速了之后要过来要找你们处理你一个检测，是不是失速？我们跟您提出了，我们这边不能让我们视频，或者是您的那你不能录着我们没有办法工作，不好意思。我不录你们了，我录那个屏呢。我带您到楼上去休息座，有结果下来我跟您说，好不好？那你不让我看你中途做了什么手脚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们是属于正规的4S店，不属于外面维修店或者是一个其他的杂牌。既然您放心到4S店里来做维修、做检查，我们当时以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把您的问题检查出来，会告知给您，对不对？而不是说我们为了去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问题啊，失速了，你们您希望您不要先录下，自己调好不好？这些东西我们是有明文规定。比亚迪就是这样对待车主的，只是简单的录视频都要严格保密，这规定真的有点奇葩了。更有比亚迪方程豹的车主表示，被方程豹的质量和油耗直接破防了。我今天真的破防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电动踏板，门是已经正常关了，收不回去，那边是可以正常收的。还有就是这个尾门一响，尾门响就是尾门的那个限位，这个因为这个备胎比较重，限位那里，然后 4S 店的处理方式说让我先涂个那润滑油，但是我也没有那个润滑油，我就涂了我们做菜用的那个食用油。还有底盘下面响，我在从深圳出发来西藏之前已经去这里检查过了，然后最终得出了结论，就是那底盘连接到车身的那个应该是那个衬套哪里响，然后他们当时也处理喷了那个 W40 也没有用，后面他说可能要把那个车身跟大梁分开，把整个车子抬起来处理，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说我先来西藏，到时候回去后再处理。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同一个车队同一个地方出发，同样的路况，一起加的油，一起充的电，我这台方程豹加了335块钱，虽然我的车有经过改装，加了一点东西，但是同样的素车方程豹它只加了190多块钱。而旁边经过改装的比亚迪唐，它也跟我一样改装过，但是只加了130块钱。我这方程豹油耗怎么跟别人比，真的太扎心了。同样都是比亚迪，这差距真的太大了。看来这软派越野也不是一般人能玩的。这也间接验证了比亚迪方程豹最近销量急速下滑的原因。但是比亚迪似乎对方程豹很自信，又是做吉尼斯世界纪录爬山，又是拉到沙漠造假越野的。最近华为车主更是挑战网友的智商，这已经不能算是造假了。
已经成了对华为智驾的侮辱了，直接把华为那个弱智驾驶说成了神仙。在7月27日，微博有人发消息表示，问界 M9 车主在高速路行驶心肌炎突然发作昏厥 ，M9 检测到车主有异样，主动变道停至应急车道，并自动拨打了紧急呼救 SOS。消息一出，网上骂声一片，做营销可以，但是这样营销太无耻了。更有车主直接开车验证。检测到严重疲劳驾驶，请尽快休息。请手握方向盘。请立即接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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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你们也看到了啊，刚才在这个路段上我测试了一下，我已经试了好几次了。它确实会打双闪，会靠边停车，但是并不会打救援电话啊。不知道就是传出来的那个车主是什么情况，也有可能在高速公路边上他昏迷的太久，然后这个用户中心的打电话过来询问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，不知道啊，等他出院才知道。但是说所谓的 M9 会靠边停车，会马上打急救电话，至少我测试了好几次啊，是不会的啊。可以简单的看出，这明显是把别人智商按在地上摩擦，是对华为智驾的病态宣传了。有华为问界车主就发帖表示，作为第一批车主，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所有的用户，华为目前 M9 的智驾是不具备自动靠右停靠，且打双闪，且帮你呼叫 SOS 这一系列行为的。当你的 ADS 多次要求你接管，但你没有接管的时候，它只会自动的慢慢减速，停车且打双闪停在路中间。再重申一遍，华为目前的 ADS 不具备帮你自动靠右停车呼叫 SOS 的一个能力。大家不要被一些言论带偏了，我们要理性合理的去看待人机共驾辅助驾驶这件事情。这种脑残事件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神奇的地方才会发生。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比亚迪工业奇迹的油耗问题。为什么你永远跑不出这些所谓的车评人跑出来的低油耗呢？是因为你不够变态。如果你足够变态的话，你也可以，你去看看他们都是怎么测的。高速公路限速120跑80，空调都不敢开大了，坐在车里边真的很辛苦，那汗乎乎的，手机都不敢用，车上的店员都得自个带一个充电宝。旁边那个大车从这个车跟前嗖就超过去了，自个儿的生命安全都不顾及了。你要是这么跑，你也可以跑出所谓的低油耗。你平常在高速上你敢这么开吗？所以你不够变态。那这样的测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那当然有意义了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官方看了好看，在官方宣传时候可以吹牛逼，仅仅是这样，其他什么都不是。没有一个人会以这种变态的形式去开车，他骗不了内行，他可以骗外行，忽悠不了聪明人，他忽悠不了傻子嘛。如果我们对汽车的认知大家都这么高的话，在国内90%的营销方式，这个车都是卖不出去的，而且是违法的。你信不信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脑残的一个行为，在某一些的车评人和水军里边就是欢呼雀跃。欢呼雀跃是给谁看的？是给你们这些持币代购的小白看的。最后啊，我劝下这些买车的小白，现在汽车厂家的营销广告，包括一些视频，你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相信，买车多问问你身边行业内部的人。如果你身边的有一个朋友，他只给你提供参考意见，但又不告诉你具体的车型买哪一款，我告诉你他很懂车。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极力的告诉你哪一款车非常牛逼非常厉害，他最多是个半吊子。